我今天在吃饭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我这几天都过得很累很累？虽然有这个念头，但是下一秒我又在想，难道别人就不累吗？然后去回想我最近看到的一些我觉得很辛苦的人的场景吧，就比如说晚上还在工作，晚上还在加班，或者现在不是五一放假了吗？人家放假出去玩了，还有人在工作，就是对比他们的现状，其实我也算是还很好了，因为可能相比起来，并没有他们这么的辛苦吧。可是我又觉得我这样的思维有问题，就是我觉得累，那是真实的，这种感受也是存在的。我为什么不允许它存在呢？为什么我下一秒要找另外一个案例来把我的想法、把我的感受给压制下去呢？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有这种，就类似这种场景吧。这种场景很经典的就叫 PUA 是吧？就是当一个人觉得很辛苦、很累的时候，他下一个念头就是会去找一些比他更辛苦、更累的人或者案例来跟他自己做对比，然后告诉自己说，其实自己还没有那么累，还没有那么辛苦。就是如果说累和辛苦是体现在工作上的话，那他就会用，其实别人的工作也比我辛苦，也比我累啊，那为什么我有资格去喊累，去说辛苦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 PUA 自己，让自己在工作上的感受的，就是感受吧，就是把这个感受给压制下去，把这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玩，然后爸妈就会跟我们说，你看看人家谁谁谁，人家还在学习呢，你在玩，那你成绩不如别人，那是不是应该的？或者说，人家都还在学习，你却在玩，万一人家的成绩比你好了怎么办呢？就是类似的一些，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打压，还是叫什么杞，不是杞人忧天哈。我现在脑子里面想不到什么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场景了，但就是我会想到这些场景会跟我刚刚想到自己工作很辛苦很累的那个场景，两个连起来的话，就是他们的模式、他们的结构是一样的。就小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身边的大人会 PUA 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去学习。那长大了之后，我们用同样的模式、同样的结构去 PUA 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沉浸在工作当中吧。我就觉得这种思维很有问题。虽然其实我有时候会很敏感，会觉得就是因为工作是你自己选的，然后离不开这份工作的决定也是你自己做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很累很辛苦，你完全可以不做它，可以放弃它，但是你为什么还要持续待在这个很累很辛苦的环境里面呢？为什么还要继续与这份工作纠缠呢？所以我这么一反问之后，有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是自作自受，因为累和辛苦都是你自己找的，而且你自己不离开这份工作也是你做的决定，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喊累，有什么资格喊辛苦呢？就是我真的很擅长把我自己的情绪
给压制下去，或者说不承认我此刻有这些情绪，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些情绪很不合理。然后刚刚我又想到一些别的场景，但是我把当下要说的那番话说完之后，我又忘记了我想到的场景是什么了。但就是觉得，其实很多我们有某些感受的时刻，应该去承认它，应该去重视它，而不是下意识的去找另外一些比自己更极端的案例或者说反例，来把自己的感受给压制下去。这种直觉式的反应真的很有问题。哪怕说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我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下一次我依然会用类似的模式、类似的结构来 PUA 我自己。其实追溯回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听到的那些话，然后我无意识就被影响了，还是说这些习惯式的反应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习得的。就我刚刚不是说嘛，这份工作是你选择的，那累和辛苦也是你自己找的，就是这样的说辞，它真的准确吗？从逻辑上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破绽，但是纯粹讲逻辑，好像又不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就像我之前也会想，就是有些人会经常跟自己的朋友去抱怨工作嘛，说工作很累呀，然后也很辛苦啊，领导怎么样呀，同事又怎么样呀。就是当时在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对方真的很难受，很难受，然后脑子里面下意识的就会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为什么你不离开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问，就很不自觉的跑进了脑子，但是我又不敢直接说为什么你不离开这样的话，我觉得那是很不负责任的，或者说有可能我解读错了对方的表达。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他说这些话只是为了抒发情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达到了很痛苦想要离开的那个程度，就是对方的目的只是为了宣泄，只是为了从你这儿找到一些安慰。哦，对，我终于找回来我刚刚忘了什么东西了，就是这样的例子。我继续说啊，就是别人说某些话，他其实只是为了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抚慰，他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我却觉得这样的一个场景会是对方在求救，或者是对方达到了某种不可忍的程度。就是想到之前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某个人他跟我说兼职很累，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兼职很累，那为什么你还要做兼职呢？因为对方还是个学生嘛，我就在想，学生目前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在培养自己的技能，或者是见识更多的世界，去经历更多的事情吧。因为学生时代是最自由的时候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没有充分的去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去和世界碰撞的话，那到以后进入了社会，可能就很少有这样的时间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但是就是当我把我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告诉对方之后，对方说他其实只是想要吐槽一下，他并没有别的意思。所以当时我就意识到，哦，我想的跟对方想表达的不是同一层意思。然后第二个例子是说，
就是之前有一个人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在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他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有点像是对方在采访我，我在回答。然后这个过程中，当我回答出了一些问题的答案之后，他就会反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你敢这样？为什么你能这样？就当时我觉得，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我为什么不敢？我为什么不敢这样？我为什么不这样呢？就是有点像是说，他会觉得你的人生其实主动权不是在你手上的，但是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人生，那为什么我不能做决定呢？然后他问的那些，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你敢这样？为什么你能这样？这些问题的背后，就会让我觉得，怎么说呢？对方对我有一种预设，而且那种预设是基于现在大部分的人的现状来去预设我的，我就会觉得这种预设很不舒服。其实也不知道我选择的这样，我决定的这样，我能的这样，到底是不是 OK 的？或者说对于长期来讲是不是 OK 的？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但至少我确实走在这条路上了，所以以后会怎么继续，或者说怎么发展，其实我也不知道。总感觉有句英文叫做 "Go with the flow"， 可能有的人会把它翻译为随波逐流，但是我觉得就有点像是你在当前做出了什么选择，它就有可能会引导你下一步会走向哪里，就是有一点像是走着看的那种节奏，就是我不会太过多的去预设我的人生，他当下应该怎么走，那我就顺着他走。如果我当下走的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可以换一条路。虽然可能换一条路走是有成本，但至少我也不知道了。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我相信会有解决办法的。